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那么美股在昨天休市一天，原因是6月节啊，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根据我们 K 线西欧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啊，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出现一轮调整。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根阴线，但在阴线背后呢，我们观察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昨天是停牌状态。那么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呢，已经先行于道指啊。在今天已经开盘了，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果然看到了啊，它的阴线出现了一个持续的现象啊，今天跌幅达到0.35%，这意味着晚间时候美股开盘之后容易走出一个低开行情。那么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的更长的一个周期来看，我认为在短时间调整过后，行情还是容易出现新高，并且不断上涨，突破12月份啊，22年12月份的一个高点啊，最终导致美股出现一个新一轮的牛市。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上方存在44等位置波峰，就符合了江恩的44等位置波峰法则，进而让美股容易出现新高。那么在短时间的调整过程当中，比特币我认为会跟随它的一个调整过程。那么周六、周日、周一，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反弹啊，它是一个震荡的反弹，反弹幅度并不大，慢慢震啊，慢慢反弹过来。那在未来呢，我认为。那么一旦今天晚间美股继续调整啊，低开之后继续调整啊，因为我们判断啊，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它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出现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如果它的调整继续，比特币势必会被带下来。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上，就可以看到啊，在4小时级别的6月5日这一天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跌，在日线级别上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下跌阴线啊。6月5日这一天的下跌啊非常巨大，虽然后面有一个反弹的回补过程，但是它只经历了一轮回补，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第二轮的回补过程。那第二轮的回补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下跌和反弹过程当中，已经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组合8件阴线。那么对于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来说，它下方可能会走出8件阴线和杀生阴线。那么这轮反弹虽然将8件阴线斩杀掉了，但是上方的悟空阴线啊，也就是悟空阴线的开盘价$27,200附近的这个位置，依然构成了当前行情当中的一个压力位。同时呢，今天我在早盘的时候啊，对 VIP 群当中的朋友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提示的原因呢，就是在4小时的级别上，上方存在一定的压力线。我们把这个 K 线调整到现货行情啊，我在现货行情当中画了出来。啊，币安的现货啊，我们打开来一看啊，4小时级别在前一轮反弹高点$31,000附近啊，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刚好在$27,100附近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压力啊，因此呢，我在早盘9点多的时候提示 VIP 群啊，高点啊，短线内的高点啊，目前已经出现，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容易受阻啊，前面几次行情当中，这个位置反复被空头碾压啊，多头反弹到这里反复被空头碾压，所以呢，这是一个做空的一个时间点啊，在早盘9点钟的时候冲高啊，果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回落啊，目前我们的空单是有一定利润的啊，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认为啊，随着美股的调整，比特币有可能会回到它的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它的这个下跌趋势呢，它的原点啊，起源的地方是6月5日的这个悟空阴线。那么如果美股出现调整，比特币的调整幅度会更大，因为在这整个行情当中，我们都看到了美股上涨，比特币微涨；美股下跌，比特币暴跌啊，这是一个有一段时间的运行逻辑啊。因此呢，在没有突破$27,200这个关键点位之前，还是保持一个做空的一个方向。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了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由蓝色线和下方的白色线构成，这个收敛三角形目前已经不断的接近焦点位，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突破$27,000，那么空头有可能在这个区域上再次下跌过来。同时，我们在周线级别上也可以看到啊，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这个悟空阴线事实上还存在。那么当前的运行范围是处在一个8件阴线的实力范围，那么下方呢就有可能走出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如果出现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话，它的目标点位是$22,000。这个$22,000怎么来的呢？是由20年8月份
多股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重要支撑，也是如果出现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目标点位。在这里虽然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在0.065附近存在支撑，但是目前跌破之后，这个位置就构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目前来看以太坊在这个位置上是领跌于比特币的，因为它这个比值正在下跌。那么如果持续下跌的话，以太坊的下跌速度将要加快。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以太坊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然后是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前面行情当中非常复杂的，从4月份到6月份的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最终完成。完成之后，我们就说了根据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原理它有可能走出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目前来看，它的反弹时间级别已经构成一轮4小时级别，有悟空阳线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成功回补了615这一天同步比特币的一个下跌。但是在横盘震荡之后这个下跌的缺口，我认为依然会进行第2轮甚至第3轮的回补，最终选择方向。因此呢，对于以太坊来说，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反弹是相对于比特币来说是弱势的，它是一个弱势的格局。那么如果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它的目标点位是在$1550箱体的中心线的这个位置上。然后我前2天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Prum 这是一个俄罗斯的项目出现了一定的上涨。它的这个上涨的理由在哪儿呢？很多朋友都不清楚我在这里面再次解释一下，理由就在这个位置，它有一个底边线的位置，这个底边线一旦跌破的话，即进入了一个黄金坑的区域那么我们知道Binance 平台被 SEC 起诉之后它的美国是站住脚的，但是 PROM 它属于一个俄罗斯的项目俄罗斯的项目是 CZ 非常看好的，因此呢，在超级主力的价值下，底部出现了一个放量，同时价格出现了一个上涨。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黄金坑的区域所以呢 Prum 在这个黄金坑区域上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出现了一定的强势行情。这个强势行情对于当前时间来说，已经走出了一个完整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分别由悟空阳线、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因此呢，当前呢之前没有介入的朋友，在这个位置上是不建议进场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在这里面有可能发生，只有它出现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回调，并且回踩到筹码面一区$4.2附近，才是一个很好的进场的一个位置。如果错过了，那你就要耐心等待。那么同时呢，对于它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来说，我们已经看到周线级别走出悟空阳线和8阶阳线，那上方可能会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因此呢 ，Prum 在当前不被人看好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提前了几个交易日对它进行了布局。如果你对它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回踩之后设置止损，分仓进场。然后我在昨天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 BNB 可能会打到$85这个位置。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日线级别 BNB 在最近3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连续的小幅的下探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它是符合 K 线吸油战法逻辑的。日线级别上出现一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我们可以找到的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之后走出了一轮小日线级别反弹。反弹之后，它的反弹力度逐渐减弱。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小日线级别，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最终它完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反弹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快速上涨，然后对这个快速上涨进行下跌方向它的一个回补过程。回补完成之后，它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是一个方向较窄的收敛三角形这个窄的收敛三角形。那么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目前已经非常接近焦点这个位置上是容易出现方向选择的为什么向下滑呢？因为在日线和周线级别上，它依然是一个下跌趋势，特别明显的是一个周线级别上有一个巨大的悟空阴线，悟空阴线代表了一个标志性的下跌趋势然后下方我们有8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同时我们提到了当前行情它处在一个收敛三角形的焦点位出现了一个下跌，焦点位是一个黑洞，容易把这个 K 线吸引下来所以呢，如果持续下跌，跌破$220，它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的支撑将要被跌破。跌破之后，最终可能就回补$220到$5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大概率会跌到
$100左右啊，我们给出的目标点位呢是在$85附近啊，这是一个 BNB 下跌的逻辑，同时呢，对于现货和未来的低位多单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如果你在这轮牛市来临之前想要布局的话，我认为 Binance 平台的 BNB 是一个很好的布局对象啊。别看它退出了啊，最近的时间它退出了很多国家，受到了 SEC 的起诉，但毕竟啊，它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平台啊。对于 BNB 来说，它是最好的一个平台币啊，中心化 CEX 交易所的平台币。那么如果它能够出现一个对称性的下跌啊，回补20年初这个上涨的话啊，那么它将进入到一个黄金坑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在未来用钱很难买到的，根本就买不到的，因为我们知道历史的这些 K 线我们是没有办法追回的，只有等到它有出现机会、出现利空、出现暴跌行情当中啊，才有可能进入到黄金坑的位置。那么 K 线一旦进入黄金坑的位置，就是现货或者多单布局的一个点位啊。那么我们知道啊，在25年之前，25年的前后啊，比特币一定会出现啊第4次减产带来的一个牛市行情。对于 BNB 来说，之前我们看到了从$4涨到$691啊，几百倍的涨幅。那么如果出现回踩啊$85的话，我认为它最起码的涨幅会和18年到22年比特币这轮牛市行情20倍的涨幅一样啊，它有一个20倍的空间。如果$85 20倍的空间28170啊，28160啊，加$10 170啊，$1700是没有啥问题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对我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主页右上角链接处购买。感谢大家，再见。